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佛历10月下11，万象晴转大雨，25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09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5.9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47.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2.27 点，涨幅 0.16%。开盘 1445.63 点，最高 1452.48 点，最低 1440.67 点。成交量13万4600股，成交金额1亿1240万4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40基普。交易量798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30基普，交易额5597万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89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3万基普，跌幅 0.5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1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41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87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70基普，涨幅 0.36%，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260基普，涨幅 1.09%， 95号汽油价格上涨270基普，涨幅 0.94%。 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9月17日至21日在中国南宁举行。主题为人工智能与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博览会已从单一的商品交易平台，发展成为一个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于一体的综合性双赢合作平台。博览会的成功反映了中国东盟关系的深化，双方贸易额从2004年的1000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近1万亿美元。博览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每年指定一个东盟国家为主题国，并为各国特色产品和文化提供展示平台，促进了经济互补和民心相通。老挝今年也参与其中，并选择琅南塔省作为魅力之城，展示其发展潜力。2. 卫生部召开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体系研讨会。9月16日至18日，老挝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司主办了旨在讨论建立东盟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网络的会议。会议由老挝和马来西亚的卫生官员共同主持，东盟成员国及国际代表参加。会议重点讨论了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性，与会者深入探讨并为该计划的完善建言献策，以确保区域内协调一致。会议还将明确各国的牵头职责和合作机制，以共同增强区域能力，有效预防、早期发现和应对未来的生物威胁与潜在疫情。3. 日本驻老挝大使到访塞松本省并签署援助协议。9月16日，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率团访问塞松本省，与省长浦坎弘本尼欧举行了会谈。此次访问旨在代表日本政府为塞松本省朗真县的纳迪村小学建设提供无偿援助。援助签约仪式随后举行，旨在支持基层人类安全，为当地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并推动老日两国教育及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省长高度赞扬了日方的援助，认为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最后，大使一行还参观了当地的历史遗迹。4. 甘盟省举办自行车骑行活动。
9月17日，为庆祝老挝国家体育日59周年，甘盟省举办了一场自行车骑行活动。甘盟省副省长格乌敦布辛孔及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体育锻炼促进健康。骑行路线从省体育场出发，沿指定道路环绕甘盟省部分区域，最终返回体育场。此次活动体现了全省人民的团结精神，并庆祝了老挝国家体育日的到来。5. 琅勃拉邦市开始整治市容市貌。9月16日，琅勃拉邦市相关部门启动市容市貌整治行动，旨在提升城市吸引力，以吸引更多游客。此次整治行动重点检查了各类商店、餐厅和广告牌的规范情况。在实际检查中发现，许多商家存在违规行为，例如在人行道上摆摊、违规搭建、占用大量路面空间等。还有一些商户的广告牌不符合规定，如没有老挝语、餐厅名称不当等。此外，检查中还发现了乱停车、垃圾桶摆放不规范、不按规定时间丢弃垃圾以及建筑施工影响交通等问题。对于违规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口头警告、教育，并对违规广告牌进行了拆除，同时要求商家负责各自区域的卫生。6. 老挝与韩国农村发展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9月16日，老挝与韩国共同举办了为期3年、价值1250万美元的农村发展合作项目闭幕仪式。农业与环境部副部长塞纳空因塔冯、韩国驻老挝大使郑永珠出席了仪式。该项目由韩国国际合作机构资助，旨在改善老挝北部和中部3个省份14个村庄的生活质量。项目主要涵盖4个核心部分：升级农业与农村发展技术服务中心，在3个省份新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推动村民主导的123个村庄发展项目，以及为超过3500名政府官员和村民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7. 因毒品产生幻觉，23岁男子杀害亲兄。据塞松本省公安厅9月16日消息称，9月2日塞松本省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23岁的男子因毒品产生的幻觉，用刀杀害了他的亲哥哥。据嫌犯供认，他自2016年起开始吸食毒品，之后出现了幻觉和失眠症状。案发当晚，他与哥哥发生口角，在当晚11点左右，他又产生了幻觉，随即拿刀杀害了熟睡中的哥哥，随后逃离现场。警方于9月4日将其逮捕归案，并于9月6日进行犯罪模拟。目前，警方已确认嫌犯的蓄意谋杀行为，并准备依法对他进行起诉。8. 泰国边防军查获30只准备偷运至老挝的活羊。9月17日，泰国边防军在里弗塔利县新河河岸查获一起非法偷运活羊案。边防军接到群众举报后，在二溪村进行埋伏，发现有人正将装有活羊的麻袋搬上船只，准备偷运至老挝。当边防军表明身份后，嫌疑人立即丢下货物，驾船逃离。随后，警方查获了30个装有活羊的麻袋，并已将活羊移交塔利县海关，等待依法处置。9. 沙湾拿吉一醉汉酒驾路边睡着，狗狗中心看守。据沙湾拿吉彭马贴萨瓦纳救援队报告，9月17日0点接到报案称，在凯山峰威汉市的一处加油站前的马路上，有一名醉酒男子躺在一辆3轮摩托车旁。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因醉酒失去意识，躺在路边，他的狗狗也躺在他旁边。救援人员试图叫醒他，但他意识不清，无法进行交流。随后，救援队将他扶到人行道上安全的区域休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